好，来关注以巴战争哦。现在目前以色列已经准备要这个浴血洗加萨了吗？这个地表最长的血库曝光，铜墙铁壁哦，可以抵御导弹。这是以色列时报讲说，现在目前以军已经攻破了加萨北部哈马斯的前线的防线，那他们的坦克大军也向加萨的沿海来推进，想要把加萨分成这个南北两部分，然后把它给分开来。可是呢，最让大家鼻酸的是说，他的这个难民营到处都是这样子，处处是遗体，处处是尸首哦。这样子的轰炸方式呢，让大家觉得说实在是太不人道了吧。所以你看到这个最大的难民营被以色列空袭，目击者描述现场炸出7、8个深坑哦，孩子们在奔逃。他说，当下他在那边身处在那里，觉得像是世界末日一般。可是面对到这样的一些质疑跟批评以色列讲说，我们已经警告他们要撤离了呀。所以以色列的发言人说，通知他们撤离是他们自己不走，平民伤亡的确悲惨，但是哈马斯必须消灭，让人家感觉就是很没有那种同理心。怎么是说让他们走，你们自己不走的呢？但是人家原本的家园那些人是难民，他们在难民营里面，为什么要被迫离开家园呢？那甚至有些人是不方便离开的呢？所以怎么会是用这种方式来讲？连 CNN 的主持人都觉得看到这些一幕一幕的那种场面明明知道有无辜平民在那一边，为什么仍然为了要杀死哈马斯的指挥官，仍然要投下炸弹？他这样子来问以色列的这个以军发言人，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回答。But even if that Hamas commander was there amidst all those Palestinian refugees who are in that Jabalia refugee camp, Israel still went ahead and dropped a bomb there, attempting to kill this Hamas commander, knowing that a lot of innocent civilians, men, women, and children, presumably would be killed. Is that what I'm hearing? That's not what you're hearing, Wolf. We're still looking into it, and we'll give you more data as the hour moves ahead. You knew there were civilians there. You knew there were refugees, all sorts of refugees, but you decided to still drop a bomb on that refugee camp, attempting to kill the Hamas commander. By the way, was he killed? I can't confirm yet. There'll be more updated. 所以看起来他们的态度还是十分的强硬就是说这个已经是战争的悲剧了，他们也不打算多做说明。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法国的媒体讲说，现在加萨地带已经开打了地道战，他说对于任何军队来说恐怕都是场噩梦，所以已经可以看出来这个以军跟这个哈马斯已经正在短兵相接，可能正在地道当中这个奋战这已经是等于说短兵相接啦，已经杀到这样子噩梦般的一场战争了。那我们看以色列的国防军他们现在导弹舰也抵达了红海地区，可能也会从这个海上来进行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支应。那再来我们看看美国他现在的讲法他说美国白宫是讲说无意派兵到当地来维和，那不会前往加萨执行任何的维和任务。目前的情况跟盟友在讨论加萨未来的状况，不论是现在或未来，美国都没有计划或是意图在加萨来部署美军的部队。可是前一天其实他们讲法是不同的前一天知情人士讲说，美国正在讨论是不是要在这边建立多国的维和部队可能是包含了美国跟英国在内的多国维和部队，所以他们现在是赶快又转弯啦，就是说法上面又有所转变。那以国现在的做法也引发了一些众怒像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纽约总部主任莫基贝尔他就讲说，抗议联合国未能阻止以色列造成加萨地区8人的种族灭绝并称现在美国、英国与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是在这一场害人的攻击当中担任同谋，所以他愤而辞职。他觉得说现在联合国已经没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那呼吁了半天以色列还是不停火那不只是这个玻利维亚宣布断交，连这个哥伦比亚也智利也都召回了以色列这边的大使你看哥伦比亚的总统佩特罗他就在 X 上面发文，他说这一次的袭击是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越来越多国际上的声音就是
看不下去以色列这种集体惩罚式的一个反击。那甚至加萨这边的帐篷城又再度出现了，难民现在流离失所，不知道该去到哪边，又住进了帐篷，然后变成了像这样的一个城市。这番景象又唤醒了一些阿拉伯邻国对于灾难日的黑暗历史记忆，特别是埃及跟约旦。那法新社的报道，他提到了加萨人权团体天平人权中心指出，灾难日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一番话其实也反映出来，区域当中的一些国家，就是这些阿拉伯的国家都在怀疑以色列是不是计划要清空加萨，没有打算要留活口吗？所以现在中东大战就是只差一根稻草的重量，恐怕就要引爆了。现在也门的叛军也证实用飞弹来袭击以色列他们首次动用了这个向以色列宣战，以色列也首次动用了箭式防空系统的拦截飞弹。那也门的叛军胡塞组织也已经在加萨战争开始之后3度向以色列这边进行空袭，那他们说是要帮助巴勒斯坦人赢得胜利。那以色列也跟这个真主党这边喊话就说一旦他们解决了哈马斯之后，就会全力来对付真主党。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中东这里也是就已经在战火上的边缘了。沙烏地阿拉伯、也门这边他们的胡塞组织开火，已经被这个以色列的反击可能已经酿了4死。那看起来恐怕接下来也会陆续参与这一场战争了。我们首先来问一下杨老师，如果依据巴勒斯坦加萨地区的资料，到昨天11月1号上午为止已经至少有8525人死亡，以色列这边是1400人，那是在10月7号大突袭的时候，所以巴勒斯坦加萨地区的死亡人数不断的攀高，8525人，而这里面2/3是妇女跟儿童，对，儿童占3442人，妇女有2187人，2/3妇女儿童，这非常符合就是战前230万加萨地区人口的结构，40%都是15岁以下的儿童，因此在这个8500多人当中，这个死亡，这已经不是自卫权的行使，这个叫做报复，而且是残忍的报复，屠杀式的报复了，真的，因为你明知道会造成这么多人死亡，这里面这么高的比例是无辜的平民跟就是妇女儿童。你还持续的轰炸，这已经不是美国所讲的以色列可以拥有自卫权，这不叫自卫了，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一套。那以色列也根本就没有战后的加萨计划，没有，因为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叫战后，地道的这个攻击，什么叫能够消灭哈马斯，这个完全非常主观的，要看这个情势变化。因此内塔尼亚胡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政治生命会结束，白宫已经这样认定。以色列人90%吧，认为他就要下台了，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要去制定什么战争结束计划，跟他无关。最有可能的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的政府过来这边接管相关的秩序，然后呢，军警完全还就是以色列。有点像是约旦河西岸的西区的这个概念，很悲惨。至于说多国维和部队，不要听这种宣传，这个是假消息。维和部队只有联合国安理会可以授权成立，在以色列跟叙利亚那个格兰高地1975年 UNDOF 有一个维和部队，我还亲自去看过，拿望远镜看那些维和部队。但是呢，加萨、以色列，你想想看，中国、俄罗斯会跟美国共同同意去派遣维和部队吗？以色列也不会去接受，因为维和部队要成立的话，当地国要去接受它，以色列怎么会去接受？英国、法国会派，美国都不愿意打这个战争，还会派维和部队把美国军队放那边被人家打死，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战争会扩大，但是呢，我现在觉得目前它不会变成国跟国之间的战争，所以加萨人的生命真的只是一个数字，非常悲惨。来请教将军。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作战，最重要的目的，克劳塞维茨讲一句话，叫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
就让他不想再打，让他心理上面、精神上面他投降，这才是作战的目的。那如果说以现在来看的话，这以色列对加沙走廊这种攻击残忍至极的手段来讲，你认为说加沙那些哈马斯他会放弃他的抵抗意志吗？我觉得不但不会，反而会更加深他们的仇意跟仇恨。所以这场战争可以说对加沙地区，除非说你把它全部都这个清光了、杀光了，但是这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清光杀光以后，你未来在世界上面，你其他的这个穆斯林或回教阿拉伯世界里面，你会背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罪名。我们都知道历史上面，你自己犹太人曾经因为纳粹对你们的屠杀，所以造成全世界对你的这种同情支持，让你可以得以在这边复国。但是你今天用同样的手段在对付巴勒斯坦的这些难民，我觉得是非常的这种历史上的一个很讽刺的事情。这个我要讲的是，这个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对，那你开战之前，你就必须要有开战指导，甚至你就要有中战指导。我们称之为全程战略构想，对不对？你从开战到中战，你都一定有一贯的构想。那今天来讲的话，我觉得纳坦尼亚胡只是这个因为一时的报复、一时的情绪，你就用兵作战。但你到现在为止，美国跟你之间双方来讲都还不晓得怎么样终止这场战争。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这场战争是没完没了。第三个，我讲战场状况来讲好了，现在来讲的话。短兵交接，其实短兵交接来讲的话，你以色列来讲，你虽然重油，你有很多的军事上、火力上的优势，还有科技上的优势，但一旦进入到坑道里面，一旦进入到巷战，一旦短兵交接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那就是什么狭路相逢勇者胜。那你认为现在谁会胜？谁是勇者？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嘛，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两军，我们看这个美日战争到最后。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日军到最后都是那种就是万岁冲锋，对不对？这个跟你短兵交接，那时候美军舰艇啊、飞机啊，他又没办法再丢炸弹，因为你两军混杂、犬牙交错在一起，你再去丢炸弹的话，就会伤到自己人。那现在在这个加沙这个城镇里面，如果以色列军队进去来讲的话，我觉得面临的坑道、面临的这种错综复杂，而且这种地形来讲的话，它不见得在军事上能够占到相对优势，反而我觉得哈马斯这些成员来讲，目前他已经觉得他退无可退。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围师必却，就是你把敌人维持以后，你要有一条路给他走，那让他放弃抵抗意志，他跑掉，你才能够占领这个地方。当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他就跟你死命硬杠到底。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我们当数据上面看到，就是说哈马斯巴勒斯坦死亡多少，但以色列一直没有公布他的伤亡的一个数据，我们有在后面的观察。我觉得以色列在这场战争里面。他来讲的话，他应该伤亡也是蛮严重的。好，来请教郑源哥。加沙这一场战争地面战争应该会很快的结束，因为理由是哈马斯并没有太多的后援，没有太强的补给。一个军队没有太好的后援跟补给的话，他没办法撑太久。相反的，以色列后面有美国给他钱，给他武器他自己存粮也不少。像将军讲的，他武器又相对的比较精良，所以地面作战不可能撑太久。那接下来就所谓的地道战，那这个将是一个会非常残酷的战争史的新纪录。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军事上很有名的博主军事网站的博主已经在讨论，他们讨论的内容是以色列根本不会打地道战，以色列很可能就直接挖个渠道，然后水淹加沙。什么水淹加旁边就是地中海，地中海的盐水、海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把加沙整个淹没，淹得很惨，不是太困难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更是不只是地狱可能会有更严重的伤亡出现。那因为水淹加沙的话，你挖的再多地道，其实都没有用你再挖都不可能地中海的海水来得多这中国古代很多的战争，围城战也都是用水淹的方式在进行最残酷的战争。那能够把以色列残酷的手移开的只有美国，但是美国不会所以虽然有很多的哥伦比亚啦说要委内瑞拉跟这个以色列建交，他应该跟美国断交他要宣布跟以色列断交，跟美国断交要给美国压力以色列你给以色列压力根本不痛不痒但是让美国觉得他的权势不应该这么用，才是制裁以色列最好的方法。那阿拉伯国家乱成一团，基本上
也是以色列有恃无恐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什么叫乱成一团呢？你说沙特跟胡塞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真主党，它胡塞组织正式的名称就是真主党，跟黎巴嫩真主党一样，都什叶派的。而这个沙特是逊尼派的。更经典的是问题是什么？哈马斯是逊尼派，哈马斯跟胡塞以前也是你死我活的。那现在这个胡塞拿起来要打以色列，作为一个升高自己声望的一个很好的手段，那大家都会看起来说你们都玩假的嘛。那伊朗也是什叶派，那伊朗呢？这个以前跟哈马斯啊，跟这些逊尼派啊，巴勒斯坦的组织关系也不好。不像大家讲的说，伊朗全力支持这个哈马斯，这个关系我们留待检查。那约旦更经典，因为以前巴勒斯坦人的武装团体，那么曾经在约旦发动政变失败，最后还杀掉了约旦的宰相，在约旦人里面心中抹不去的阴影，所以约旦、埃及都不会介入，那沙特不会介入，这涉及到这个阿拉伯世界里面一个很复杂的处境，所以哈马斯是孤立无援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来看一下中日之间的角力哦。虽然说现在中国大陆在抵制日本的海产，但是日本仍然还是大量进口中国大陆的大葱跟胡萝卜哦。那我们看看在海产这些水产方面哦，这个受到中国禁令的影响，日本9月份的水产对中出口的这个出口额是年减了99%，在日本的国内市场进口蔬菜的流通量反倒是在增加当中哦。那从这个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的到货量来看，那这个蔬菜的流通量包含了像是进口的大葱啊，是去年同期的2倍，胡萝卜则是增加了43%哦。可是日本的东西要往大陆这边销售，不光是水产碰壁啊，现在连日系车在大陆市场这边都快速的正在消退当中哦。3巨头这个集体陷入苦战，哪3巨头呢？就是丰田、本田跟日产这3家哦。目前分析起来，日系车哦，在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占都在下滑。那昔日呢，它这个依赖北美跟东盟哦，可能也变成未来的一个挑战哦。那你看到这3家加起来，总销量是129.3万辆，同比下降了26%，其中丰田跟日产下降更多，是高达30%。那就连30汽车都已经打算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生产了，因为它在这边的销售非常的低迷哦。本来这个要重启3月之后就停产的这些工厂哦，可是现在库存还非常的多哦，所以他们现在干脆转向，就是说把库存卖光之后就结束在这边的生产了。今年统计1到8月份在中国大陆的销量，比起去年来说的话，简直直接拦腰砍半啊，下降了47.6%。那现在大概只剩下12497台。那从这个读卖新闻的这个数据来看哦，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出口已经连续8个月的下降了，就是好像现在目前大陆市场哦，不购买汽车的人哦，大概已经下降了23.5%，所以这个出口额也是看起来遇阵乏力，那这个感觉前景不太妙啊。那再来我们看看岸田的自救哦，他现在内阁的支持率也创下了新低哦，因为他整体的支持率跌到了只剩下26.9%，还不到30%哦，也是他2021年就是10月份他就任以来的新低纪录，所以他现在赶紧的要推出这种振兴经济的计划，希望能够挽救这个民意哦，挽救他们的这个民调跟支持度。那推出了17兆日元的经济刺激，希望能够缓解目前通膨的这种升温之苦啊，因为通膨越来越高，大家日子越来越难过。政治评论员就讲说，其实做这么多刺激计划，就是为了要抢救他自己的支持度哦，而且日元也不断在贬值。那日本当局呢，就是遭到投机者两面夹击啊，一方面要保护日元的汇率，还同时要放慢债券啊殖利率上升的步调，所以他们现在很左右为难。在他们这个星期三，目前外汇跟债券的市场上面就受到了投机者的夹击，所以现在这个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解套他们这个经济上面的困境哦。而且他们这个贬值哦，
对于他们的伤害也很大，发生就在这个 IMF 已经说这个日本的 GDP 已经要跌到了全球第4，要被德国超车了呀，因为他们不断在贬值哦，所以对于他们的这个整体的经济来说是有影响的。那看看这个日本未来还可能会更惨哦，这2026到2028甚至有可能下滑到世界第5名，这是 IMF 的预估。另外看一下这个日本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仍然想要在后面使绊子吗？因为看到岸田文雄打算要去访问菲律宾跟这个马来西亚，是不是要联手来牵制中国大陆？在11月3号到5号的时候，他会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领袖会谈。日媒就说了，因为日本现在希望在这2国在安全保障的领域上面加强合作跟对话，来共同牵制这个海洋行动扩大的中国大陆哦。那对于中国大陆也算是一种反制措施吗？因为中国大陆的政府不断在禁止这个日本的水产，比方说呢，像是这些扇贝啊加工哦，他们现在就把企业转移到了泰国跟越南这边，所以日本感觉上面更加的雪上加霜哦。那再加上大陆前一阵子有这个石墨禁止出口，所以日本的企业也在想方设法，像是三菱化学，他们就说先用库存好了，但是呢因为缺少中国大陆这个来源哦，现在也在积极找寻还有什么替代国家可以来采购补足这样的一个缺口。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其实3天之前，世界5大车展东京车展开始。东京车展，这个丰田的系列，当然，这个他的社长叫丰田章男，哇，自己做演讲，讲的说日本的企业一定会赢，日本的车子一定会赢。那人家问说靠什么赢？我们靠的运输资讯，还有运输幸福。幸福吗？大家日本媒体有点听不太懂运输幸福，就是那种有点公关用语嘛，对不对？可是呢，当他在那个东京车展的会场坐的，然后经过比亚迪，中国大陆车子只有比亚迪一家参加，跟在慕尼黑那个车展不一样。慕尼黑车展中国大陆带去了非常多家。那比亚迪从今年年初开始在日本就是卖一款400多万的。就是这个电动车叫 Auto， 那卖的到目前为止其实只卖了1000辆，为什么？因为它就一款，而且关东关西就5家专卖店，可能目前它的目标是2025年要开到100家，可是如果我们看全球的销售量，比亚迪7到9月也就是这个7到9月的销售量大概全球卖到82万辆，就跟那个尼桑日产全球的销售量一模一样，略逊于本田。所以如果那还是尼桑包含它所有的这个燃油车等等之类的因此在日本那个东京车展所有的焦点都在比亚迪的那一台仰望 U8， 而且他找一般人来去做什么原地掉头，那个技术真的不知道怎么弄，原地掉头，哇，旁边全部都是记者，然后呢，丰田章男经过那边的时候面色凝重，这个其实代表很多的这个讯息，而对日本冲击更大的是前一个礼拜一个讯息，就是 IMF 公布日本已经今年变成第四大经济体，对，被德国超越，它今年的 GDP 来到只有4.2兆美元，德国是4.4。你知道在2010年日本被中国超越中国成为第2大经济体的时候，日本那个时候还有5兆，现在剩下4.2兆，这当然是有汇率的问题存在可是呢，这个日本内部的更加的悲观是认为，不是只有德国，后面的英国、印度、印尼都可能会在2030年以前超越日本，所以日本会是掉到第几去了？那算一下，掉到第7去了。所以里面的这种悲观的这种氛围非常的严重，而这个时候岸田当然就提出了一个17兆的经济刺激计划，大家都忘记他之前也把日本的国防预算加倍，所以2027年会到11兆。那最后一点，你知道日本的总理薪水多少？4000万日币，蛮高的，对不对？那他这个昨天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下年度增薪46万他说因为要带动大家都要增薪，可是你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你都4000万了，经济不好了，比亚迪都要超过了，那你还增加
46万，我搞不清楚这个逻辑是怎么算的。好，我们来问郑源哥。日本犯了2大错误，第一个过度密切的去介入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的斗争，日本又靠美国太近了，那中国大陆当然要找机会修理你啊，特别是以福岛这个核废水为理由，有高度的正当性，禁掉了你所有的水产品，你当然会使得农民陷入困难。那日系的车子在中国大陆销售，会不会也因此受到打击？当然是会，因为普遍的中国大陆老百姓越来越不愿意，或者不敢，或者不想购买日系的车子。那日系的车子就会失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再来呢，就是第二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说日本几乎没有产业政策，或者有的产业政策都失败。我们来稍微点数一下，电脑产业起来的时候，日本赢了吗？没有。这个手机产业起来的时候，日本赢了吗？也没有。现在电动车产业起来的，日本有赢吗？它几乎在这是20-30年来啊，所有的重要的科技产品，日本都觉得我只要赚上游的钱，可是它上游的零组件或者材料呢，又不是很广泛。都只是一块很强，那一块很强，不是全面很广，所以日本本身产业政策是出了问题。那丰田家族当然负很大的责任啊，他从几十年前花了大笔的钞票，说我要搞氢能源，地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搞了30-40年，今天连个影子都没看到。那以前他公开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丰田，还是他爸爸公开瞧不起锂电池的电动车。他说那个是3级的一个技术，就哪知道3级的技术的原来发明者还是美国人还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所以物换星移，就现在最大的电动车市场是在中国大陆出现了比亚迪。比亚迪如果没有电动车的话，它也没有能力跟日系的汽车来竞争嘛。所以产业政策出了问题。然后你这个政治决策又出了问题，是你自己的上阶层把自己的日本带到死胡同去嘛？你要怪谁？那你现在要帮自己加薪，那听了就是很怪异。好，来请教将军。我先请大家回忆一下，日本为什么要突袭这个珍珠港，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因为美国那时候就是威胁他要切断日本的能源供量，在海上的运输线把它切断掉。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看中国日本的位置在还是没有跑掉，还是在那个地方。如果中国慢慢海权势力强大之后，对日本来讲是很大一个威胁，因为它必须要靠海上的运补线。这海上运补线从哪里来？从马六甲海峡过来，经过南海，再经过台海，才能够到日本。当然，日本目前来讲跟俄国又搞不好。那日本它原来在跟俄国来讲有一条哈萨林2号的天然气的管线。那如果说海上那现在它跟俄国搞不好，那也还是供应给它了。可是它的这个海上的运补线，尤其是它的燃料能源的这种维持来讲的话，它必须要靠俄国供给它哈萨林2号，或者用海上运补这个运输线。那如果在这边受到威胁来讲的话，那它当然会很紧张。所以在美日安保条约里面就把台湾列进去。那现在他们也感觉到中国海权的势力慢慢膨大起来，而且已经进入到南海。在这种状况下，日本当然是倍感威胁，所以他就必须要跟南海这些国家建立好关系，然后来吓阻中国，然后来维持他海上生命线的一个安全。但我觉得日本其实这种东西讲起来，他也想太多了，因为以中国来讲的话，当初这中日战争日本战败之后，我们中国对他是以责报怨的政策。中国其实不像别的国家。不会说是好像就是置你于死地，然后把你生命线全部切断，大概不至于会做这种事情。那希望双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贸易啊，或怎么样一个行为，但不至于做这种事情。但是日本来讲，他会有这种顾虑，所以他把美日安保条约把台湾列进去。现在来讲，他除了台湾之外，他还要巩固到南海，所以他希望说双方跟菲律宾、跟马来西亚签入一个，就双方一个这个军事上一个合作，就准入协定。美军的日本的这个战机，它可以必要时候，它可以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我觉得它这都是多虑的。那至于讲到日本的车子哈，我特别讲这个丰田汽车来讲的话，其实它已经换了他们的所谓的社长，原来是丰田世家嘛，丰田章男嘛，
但丰田当然由于他当初他的判断错误，他认为说他的车子 Toyota 的车子，他那种燃油器一定可以继续再使用。但他一直就像是蔡委员刚刚讲，他认为锂电池这种车子不可能发展起来，但没想到中国锂电池的车子发展起来，不但中国发展起来，而且这个特斯拉也发展起来了，所以他社长他又换下来了。他现在换了一个不是他们丰田世家的，换了一个这个新的社长叫佐藤荣治，佐藤恒治啦，在今年1月份换的。那这佐藤恒治上来以后，他整个这个他们车辆的产业。可能也是慢慢要跟中国来做一个学习，就是从它燃油的车子慢慢改成那种氢能源，就是电气化、电动的车为。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圈，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圈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翟元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赖清德啊，因为在这场选战以来，一直都被人家形容说啊，美国人的阿公这个话题哦，但是赖清德。昨天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来回应了。他遇到了支持者哦，就是带着小朋友，他就说：“哎呀，我们家也有一个小帅哥哦。”自己就是把话题切过去聊这个。他一旁的民众就讲说：“啊，多大啦？”赖清德就讲说：“啊，我们的3岁多啊，我的孙子。”民众还问赖说：“有常看到他吗？”然后赖清德就说：“有，他现在在台湾。”好像就回应了大家说：“孙子你是美国人阿公啊，那你孙子都没有回台湾。”现在已经回来啦，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但是这样子回来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就算回来，他也还是美国人嘛，是吧？他就算他在美国出生，他回来台湾，不代表他就变成了台湾人呐。那我们看看他的大儿子也还是在美国，会不会返台投票呢？党内人士回答，他说目前赖清德的大儿子还在美国工作，大媳妇跟这个孙子先回台，那这些也都是尊重孩子工作的情况，毕竟回台之后还有上课啊跟工作的一些考量，所以你看看美国人呢，就是这种话题让网友们就是感觉很炸锅，就说你美国人在台湾也还是个美国人啊，那你为什么不讲是不是要放弃美国籍呢？你不要再当美国人的阿公啊，他就算美国人回来台湾，你也还是美国人的阿公哦。那是不是选举结束之后就要回到美国呢？甚至有人形容说像古代质子一样，就是好像政治上面的人质就是你让你的孙子回来，是这种感觉吗？然后代表说如果有战争的时候，我的孙子在这啊，我儿子也一定会回来，是这样吗？还是说反过来你们也会跟着儿子一起走呢？所以这不代表你回答了这样子一个美国阿公的问题。再来我们看看人家会拿来对比的就是以色列嘛，纳坦雅胡的儿子还在美国爽，所以以色列的一些上战场的人就讲说他在迈阿密沙滩，我在前线哦，甚至呢很多因为明年的1月下旬就要开始入伍，要延长为1年的兵役啊。现在很多什么闪兵啊、请假的一些乱象都非常的多。另外这个西方不断在塑造就是中国威胁论，甚至还故意要唱衰这个中国大陆歼20还不是空优战机这个商业内幕报道说这个歼20就像中方其他的这个硬体班嘛能够满足北京近期的需求，也就是防止美军介入西太平洋区，尤其是台湾周边的冲突他说大陆觉得这样够用就好啦，要这样子来唱衰那我们昨天其实也有讲到东网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山东号现在目前到了台湾的东南方的海域但是你看卡尔文森号跟这个雷根号也都在这边。我们昨天是讲说感觉中美双方在印太这一边都有航母还有这个军舰感觉上面现在感觉这个气氛紧张可是你看看法新社讲法就不一样，他就讲说山东号船受到这个雷根号、卡尔文森号的夹击，急呼增援，所以他形容说，像是金星号也好、南昌号也好这些通通都是赶快来增援因为他认怂他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报道，是不是又是一场认知作战呢？那我们另外来看看这个台湾有事，美国的航母会插手吗？大陆的专家讲说，其实美国的这些舰艇老化数量是捉襟见肘，现在现役的航母11艘中有5
5艘航母处于部署的状态，包含了福特号、艾森豪号、雷根号、卡尔文森号和华盛顿号哦。那4艘是位于全球热点的海域，那华盛顿号也将要接替雷根号来执行前沿的任务，所以除了金舰轴，它并没有办法调度的那么快速，只有5艘处于部署的状态当中。但是亚洲的局势现在的确是很紧张哦。日本跟中国大陆呢，为着这个钓鱼台的事情哦，最近也有一些摩擦。日本的惠丸、鹤丸还有第8太升丸这3艘船呢，还有数艘监视船都进入到了钓鱼台的领海。那中国大陆的海警艇哦。海警舰艇也依法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那汪文斌的讲法是说，这日本哦应该要停止挑衅这些在钓鱼台这边海域啊侵权这样的挑衅行为，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所以啊，中国大陆也派出了调查船，现在这个驶出了奄美大岛，靠近这个日本这个地区哦。日方确认到说，该船从10月31号开始哦，在附近的海域哦有类似这种线缆的物体放到了海中，所以双方的这个海面上的确不太平静。华尔街日报则是还有提到一个事情哦，就是说现在中美双方有非常罕见的进行了一个核武军控的谈判。那这个谈判的目的啊是要避免中美俄3方啊进行危险的3方军备竞赛，然后呢导致这个核武啊就是不断的升高这样的一个危险趋势哦，所以不是正式的揭开限制核武的这个正式谈判的帷幕啦。那这个首先我们来问一下郑源哥，赖清德谈他孙子，当然要回应了网络上说他是美国金孙，然后他的政治立场如果主张和平，不要主张战争，那很简单的，他的孙子在哪里没人会在意，就是他的政治立场觉得要抗中，要反中，然后要准备战，准备跟中国大陆打一仗，他的这样立场，人家质疑说，那请问你的儿子跟你的孙子要不要回来打仗？可他儿子很明显的在美国工作啊，如果台湾突然之间有战争，他也会说啊，来不及，买不到机票回台湾打仗。那如果他的孙子，那当然更不会回来。他说他的孙子现在在台湾，那只是媳妇带他的孙子回来度假而已吧。所以好，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他讲这种事情，只会在网络上再被修理一顿而已啊！那网友炸锅，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就是美国人嘛，在台湾就是美国人来台湾旅游，这样讲会比较经典一点。我是觉得《中国时报》转外媒了，说歼20不是空优战机。什么叫空优战机？就是我们大请将军解释会更清楚。我这个少尉级，我只知道说会拥有能够抢到制空权的战机。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对，没错。然后，那我也不懂啊。他讲这有什么意义呢？他说只能在西太平洋地区啊周边，那不是他就抢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台湾周边的制空权了吗？那说只能够使得这个其他的美军啊这个不能够靠近。啊，你写的公虾米，我听不懂啊，这不就是空优战机吗？对啊，难道你要叫歼20飞到这个美国西岸，飞不到啊？战斗机没有加油，加几次油才飞得到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媒体报道很怪。再来这个就是法国 RFI 法国国际广播公司啊，它的新闻很怪。他山东号受雷根号、卡尔文森号夹击呼叫增援，有要打仗吗？没打仗干嘛急呼增援？这个任何一个航空母舰在演习那基本上就会有几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模拟攻击；第二个动作模拟防守。那模拟攻击的时候，那这个经常他就会告诉导弹来瞄准它，因为他扮演美军的角色，看怎么去致死美军。另外一方面呢，他演练说，那我自己单独去对抗美国的航空母舰或者军机该怎么演练那再来呢，就是说他可能会临时想办法去调动其他的资源。所以如果突然间有6艘、10艘、多少艘，这很正常的一个演习科目嘛。这演习科目里面就有不同的情境里面的演习嘛，这种东西是很标准的这种 situation operation 嘛，这种状况的这种战斗演练嘛。那所以这个有什么好？就这紧急增援的，我也不懂那只是说他的飞弹只是练习瞄准而已，并没有说练习要打。那你雷根号，
这个地方我也不客气讲哦，雷根号在这个地方哦，在解放军的东方系列快递饱和攻击之下，雷根号生存机会不高哦。这是美国兵推自己讲的。你还如果离关岛近一点还好，你在菲律宾这附近你能干嘛呢？那卡尔文森号也在小笠原群岛附近啊，那个都是在东风快递可以高精度、高准度打得到的地方啊。那这个什么叫夹击呢？你自己送肉入虎口，就这个是我觉得话广大在讲什么啊？那这个美国航母能够插手吗？其实老实讲哦，美国航母哦去吓唬伊朗可以哦，要吓唬解放军可能再隔几年再来吧。最近可能不太行了。那亚洲局势紧张，除了台湾以外，其他不会啦。你去炒作那个钓鱼台有什么意义？你说中日为了钓鱼台打仗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中国现在很客气啊，为什么很客气？他连琉球群岛的主权都不愿意公开否认，这是日本的。所有的国际法文件都证实琉球不是日本的主权领土啊。如果琉球不是钓鱼台，怎么回事呢？这是很清楚的事情。那中共也只有智库在讲，正式的官方没有这样讲过，只是很隐晦。那核武谈判不必谈判啊，中国有什么好谈判呢？才500颗，美国5000多颗，俄罗斯6000多颗，中国连坐上桌子打麻将的条件都没有啊。好，我们来请教杨老师。其实雷根号跟卡尔文森号在就是西太平洋啊，这个除了就是本来的部署跟演练之外，当然你很清楚的看到11艘航空母舰里面5艘，大概现在都在靠近，要不然地中海，要不然印度洋波斯湾，要不然就在西太平洋，也就是面临到就是以巴在加沙战争的扩大，2艘分别在地中海跟波斯湾这边，等于是对，特别是伊朗的这个威慑。那同一个时间，美国这个相关的这种战争不管是自己打还是打代理战争，它已经是太熟练，它一定是同时有另外航空母舰在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进行它的这个威慑的这个巡航，一定是如此。但是呢，这个威慑巡航过去有用，现在就难讲，尤其是在面对西太平洋的时候，因为现在2个地区，一个就是南海以及跟菲律宾有关的，一个当然就是台海。那南海很清楚，雷根号其实是摆在那边帮菲律宾撑腰，那这个撑腰也不是真的要帮他打，因为在上一次仁爱礁事件之后，美国公开说，在南海地区，如果菲律宾的公务船、军舰遭受到武装攻击的时候呢，1957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会适用。这有一点像是帮菲律宾撑腰，但是要懂得那个字间的那个差异。你要遭受到武装攻击，也就是说，类似像上一次发生的，就是补给船甚至海警船的相撞，这不叫武装攻击，而且那个海警船是菲律宾海警船，还倒驱撞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渔船，这个铁壳船，所以谁对谁错，到底是不是碰瓷，这个都很难讲啊。所以这个事情呢，菲律宾其实是狐假虎威，美国呢等于是顺着这样子一个情势，在南海做威慑，等于就放了一个船在那边。当然，他也预期到台湾的这个大选，1月13号的这个变化，会不会重演像去年的裴洛西访台的之后的这种解放军的进一步的动作？那因此，2艘航空母舰在远远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你一旦接近到1000公里范围之内，你就会在非常有效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导弹的这个攻击之下的范围之内。那这种区域的距址其实已经很明确了。当然，你说1000公里之外也有那但是呢，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距离的问题，所以也有这样一个距离上的这种威慑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这个设计。可是不要忘记这边除了山东舰之外，中国大陆还有3艘动7-5的，就是2栖攻击舰呢，应该是海南、广西跟安徽号那这些其实有类似像是这个轻航母的这种威慑效用钓鱼台我必须要讲，随着中国大陆的军事的这个变化我觉得钓鱼台的有效控制已经逐渐移转因为大家基本上采取的就是不登岛，不在岛屿上做任何的这个人为的活动，
因此呢，当有别的国家的船靠近的时候，我们自己船海上保安厅就去驱赶。过去都是日本对台湾，我处理过好多类似这样的情况，也让台湾的调查船到那个附近去做海域的调查，碰到很多的这个压力。但是现在倒过来，中国大陆的这个船在这边的执行的力道比较强，因此反而是使得日本要进入到这个钓鱼台的24海里的，甚至到12海里的领海范围之内，受到很大的这个挑战。我觉得这个实际有效控制将来会慢慢的移转。好，来请教将军。我特别要讲的是，美国堂堂一个军武大国，居然现在沦落到也会从事那种大外宣、大内宣的这种作为。我们看这个，他讲这个歼20这个美国报说只是一个空优战机。什么叫空优呢？空军其实有3个任务，第一个是制空作战，就是我对空中的作战嘛。第二个是密接支援，就是对地面、对海的一个作战。第3个是这个主角作战，就是我把你后方后勤的部队或支援部队，我把你封锁在后面，让你过不来。那现在来讲的话，歼20本来就是空优战机嘛，它主要任务就是空对空的一个作战，所以问题是它带着飞弹什么是 PD-15，那射程超过200公里，比美国现在自己最新型的响尾蛇 AIM-12洞射程还要远，所以其实对美国威胁来讲是很大。那现在这篇文章讲这个话主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歼20他认为他还是用涡扇10的引擎，它只能就是飞行的距离或耗油量或速度来讲的话，还不是跟这个他认为说跟美国的来讲 F-22或 F-35还没得比。但是他后面你必须要注意到，就是说解放军来讲，他歼20已经要换装涡扇15的引擎。万一换装涡扇15引擎的话，它第一个它更省油，第二个它飞的速度更快。现在中国一直在宣传说它这个歼20准备要换装涡扇15，那它就是出第一早件事，绰绰有余，绝对没有问题。那我自己觉得说，你美国你现在来讲的话，你自己要回头看看你这 F-35闹了多少笑话。上个月吧，对不对？一架僵尸自己飞行的飞机，自己把它这个软体控制不是设计的不是很好，把它自己飞行员弹出来了。然后飞机自己在飞，对不对？僵尸飞行一段距离以后，结果美国还登报协寻，对不对？大家帮忙找 F-35战机，所以 F-35战机问题很多。现在美国自己的报告 GAO， 它的报告里面就讲说 F-35妥善率只有55%，也就是说只有平常大概只有一半的飞机能够使用，另外一半要再保养，而且它保养的费用很高。他们自己也检讨，它为什么会这么高的保养费用？第一个就是被承包商，你现在来讲，美国来讲的话，它军工产业，他说必须要找承包商来保养。第二个，它的零件有缺，然后有很多零件，尤其现在来讲，像钾跟锗这些零件关键的这个原料被中国掌控到，所以它的这个维修能力就很自然的减弱。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这种讲 F-20歼20啦，讲起来的话，真的是一个笑话一则，真的是大内宣。因为美国的航母来讲的话，总共有11艘，正常来讲航母其实它大概只有1/3在执勤，另外有1/3时间必须要入场保养。美国现在弄了5艘航母出来，代表什么？代表说事业上面真的是很危急。所以他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把所有正在维修到一半的航母都调出来。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的航母，我觉得海上霸权可能会慢慢的一个没落。反而中国来讲，紧接着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山东号嘛，它辽宁号如果改装完，福建号也服役来讲的话，对美国来讲影响很大。它现在出来5艘，但后续来讲的话，你要维修多有时间，其实很大一个问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